嘿，大家伙早喽！3月6号，星期四，今天开始轻松跑，周末的琵琶湖马拉松。琵琶湖马拉松要周日一早坐车过去，加开了班次的车，不近的，比京都还远一些。而且下周末16号，大阪又有比赛了，但是不是面向普通人的。这个你看，我过得去吗？看看。这个大阪关西万博，就是万博会要开幕了，很快是一个接力赛，但是细节我还不知道。看这块封路，好像是最后的终点是那个世博会的那一片，就海边那一片。到时候拍一拍给大家看看。今天跟大家分享昨天发生了个有意思的事情，我昨天折腾了一天，一会儿跟大家聊啊。其实我人生中有2个遗憾，这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各位如果要去参加伦敦马拉松或者纽约马拉松的小伙伴，如果您就单纯是为了我要拿到这个成绩，拿到那块奖牌的话，那其实无所谓。但是我当时也是，只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略微有些遗憾。什么遗憾呢？就是报名成绩太慢，导致这两场比赛你体验的赛道和真实的大家电视上看到的那个赛道不一样。纽约马拉松还好，纽约马拉松起跑是分上下层，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两边是辅路，中间是主路。主路是架起来的，是桥，就像北京的3环一样。精英们或者第一个分区第一箱的是在那桥上起跑，然后第一箱后边分区的是在桥下起跑，然后大概跑出去几百米就交汇了，好像是几百米。你体验不到那个纽约马拉松标准的起点拱门的那个感觉，而且有时候桥上会有往下扔衣服的，这是我的第一个遗憾。第二遗憾比这个大，第二遗憾是伦敦马拉松。伦敦马拉松在前几公里，我忘了是3公里还是5公里，路线都不一样，它只保证长度是一样的。然后在3公里还是5公里，我真的忘了，那么一个地方才交汇。就如果您是成绩差一点的，那时候我的报名成绩是，我想想啊，是4个小时，好像是，还是4个小时16。等于前几公里您和专业运动员跑的是不一样的。这2场比赛是我的遗憾，但是现在确实没有再去一次的条件吧。虽然芝加哥、纽约这种都可以直通了，但是要再等等了，看看未来有没有机会。你们看这条路就是大阪马拉松最后冲刺的路线，到这儿差不多是41.5。与其跟大家聊具体的事情呢，不如说是想跟大家聊聊我的现在。我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我现在其实除了每天上班，但是现在上班要比在北京那个时候，说实话事情变少了，但是呢可能有时候心理的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每天训练是比以前强了。然后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频道，其实有的时候好多事情对我自己没有那么重要，我只是说我希望把更好的东西带给屏幕前的各位。昨儿是个什么事儿呢？昨天这事儿主要是我的责任，是我的巨大的责任。昨天无锡出号码，就也是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他还是按照没有成绩给排的分区，就是最后一个分区。这也对，因为
虽然我名额是直通的，但是直通也是成绩申诉。这种呢，它直通的时候就是最后给到人工去处理申诉这些，然后分号码的时候呢，它可能还是同一套程序，还是先自动，然后再把申诉就交给人工，这没问题。而且呢，昨天出了号以后，有好多朋友帮忙，然后告诉我说，海外赛事肯定可以的。我也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申诉的时候成功了嘛。但是我呀，我其实是个行政能力特别差的人，好多东西我弄不明白，我就没太注意人家写那个对成绩的要求。当然其实也是注意了，也没注意就是我一看他写的是中国田联 A1 赛事，我一看那就无所谓，我随便传一个，然后看看人家给不给过呗。而且有人说这个海外的给过了，我传了一个，传完了以后我才看见人家要的是2025年1月5号之前的。哎呦，这手欠哟！其实我去年的大阪马拉松就够他那个就是 A 加分区的标准了，我应该传去年的，比较保险。传成了今年的。关键是呢，他家不能改。我印象中当时直通那个申诉是可以改的，当然了，人家不能改，提交的时候也提醒你了，然后就给人发邮件。后来为什么焦虑呢？因为发邮件其实没问题，我上午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说发邮件可以更正，发了以后呢，到下午回邮件了，回的是请您前往参赛助手小程序提交申诉。我一看我说那他没看我邮件的内容呀，或者这是机器回复的，然后就又打了个电话。工作人员非常的有耐心。说句心里话，这要我是工作人员被这么折腾，我估计我就烦了。让人说收着你这成绩了，说确实25年的不行，但是人家24年的行，说到时候等通知。我说那行呗，谢谢人家。所以不知道要是相关的比赛的工作人员能看到这儿，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我猜可能小程序里那客服，然后邮件的客服和电话的客服可能都是一个人，因为他都能连上。要是好几个人的话，信息同步可能不会这么快。这是我第2次经历这个事儿。第一次就是我跑1小时17那年北京半马，2021年那年也是给了个好像是 C 区还是 B 区的号码，然后那场半马当时是我的目标赛事，最后1小时17也还行哈。是领东西那天，在现场我找一工作人员，我说您好，不知道能不能调整一下，然后我成绩是怎么样给人看证明。那时候给你换一下，就给换了。像海外赛事，日本我不确定，我能100%确定的是，像柏林是肯定可以在博览会现场申请更换的，就是如果你有更好成绩。然后波士顿是100%有的，就波士顿会在赛前几个月就给你发邮件，就是如果你有新的好成绩，你可以更新给我们，怎么样，我们给你调整。对，因为比赛其实本质上它是希望，能出更多更好的成绩。有的时候你会被一些事情所影响，就像我们跑步，跟大家说，现在的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走过的弯路。我觉得这是跑步自媒体的价值，因为我没办法告诉您怎么跑进3小时，怎么跑进2小时25，就像那些大神们也不可能告诉我说怎么跑进2小时20，因为告诉你也没有用，它不是告诉就能解决的。我只能跟大家分享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两眼一蒙，或者说有些时候现在看起来不是事儿的事儿，在当时觉得自己特是事儿。就像好多小伙伴问的说，哎，我这个地方有隐约的疼，然后呢我的心率好高，我的步频好低，然后
我跑起来足弓酸，我是不是足底筋膜炎，是不是就好不了了？这些其实在我当年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也特别觉得是个事儿。这就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吧，所以我期待的是我多去尝试各种的东西，包括你看这两场比赛，半马和全马，我都调整了一点点补给的方案，然后也跟大家有分享。这就是我在我能力的基础上去继续往前尝试，然后带给大家一些不成熟的经验。我觉得这是跑步自媒体的价值，或者说其实它就是自媒体的价值。就像大家看评测、看开箱，这些都是希望在自己试之前大概知道一点点。看这儿都有这个，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样的，我回去查查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比赛。这叫这个 ACN 这个世博的接力2025万博。我都不知道比赛路线有多长，因为大阪其实挺小的。但从我现在的这儿跑到那个世博会那会场，估计也就不到20公里。您跑过大阪马拉松的小伙伴是不是对这儿特亲切？就这么冲进的大阪城，到这儿你看见大阪城，然后那个感觉，因为我总在这儿训练，这就像比方北京的小伙伴，如果北马的终点在奥森里头，那假设回头那个线路改了，从奥森的西门进去，然后绕南园的1/4圈到奥森正门那儿冲过终点，那总跑奥森的小伙伴就会有那种特别熟悉又陌生的感觉。熟悉就是这地儿我特熟悉，但是陌生是什么呢？就那些年这一排阻拦的这个都放下去了，然后呢这儿铺了一个挡着的板子，让大家别绊倒，然后拐进来，拐以后两边全都是观众和广告那种广告牌，就跟足球场一圈那似的。你会觉得，哎，这地儿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我特别的感谢有这个频道。就首先我不谦虚的说，我感谢自己当年的选择和这几年的坚持。还有就是俗一点的，感谢屏幕前的各位。其实如果没有各位的支持，让我这个频道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把它做下去。这就是一个互相的促进，然后同时这两件事儿呢，又让我对我的训练更加的用心。因为有的时候是会在工作上、生活上遇到一些压力和困扰，有时候说放弃可能也就放弃了，但是没有放弃，并且越来越好。我还记得去年有一期节目，有一个观众说跑了2年你也没有突破，你还好意思教别人怎么跑步？我记得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节目。我到现在也觉得突破这个东西不是说来就能来的。我可能想做的更多的是持续。对，我说持续而不是坚持，因为坚持本身上是你可能对这事儿有不喜欢，但是我喜欢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要持续做这个事儿。至于有没有突破，那就看第一你做的方向对不对，第二是你有没有赶上那个机遇。刚才拍着又没电了，现在阻碍我比赛拍摄最大的问题就是电不够，而2个摄像头有的时候电都不够。但是好在 Insta360 有新的那个移动电池了，磁铁的那个挺带劲的，我无锡能拿到，到时候无锡就可以多拍了。而且这次平遥湖那个赛道，它会在30来公里的地方先路过一次终点呢，所以就是30来公里的地方，我可以再补充一次相机，到时候随后10公里可能拿那个 Ace Pro， 行吧？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所以就是好些
事情在去之前不知道，就像我今天说的伦敦跟纽约这种，所以回头多跟大家分享分享这种经验经历，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